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下特斯拉的这个财报前的策略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已经做了。然后财报公布后这个策略啊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，特斯拉呢，财报公布后，今天开盘是341，然后跌破了它的这个前期的最低价，对吧？那这个策略我们明确的就直接可以得出来一个什么策略呢？它暂时涨不到，比如说我们以日线来看、周线来看的话，它的本周的最高价是多少？386，对吧？本周的最高价，那我们直接就认为它涨不到390，能明白这个策略的逻辑吗？然后特斯拉因为今天大跌的话，它的这个期权的波动率也起来了啊，所以说它今天也适合做一个双卖策略啊，或者说直接做它涨不到390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斯拉，我们现在的持仓，我们先不管现在是什么持仓啊，我们直接去做一个它涨不到390，我们先不知道它跌不到什么，但是涨不到390的这个策略一下就得出来了，这就是格雷兹老师在期权上的应用。今天我们有学员问能不能加上卖扣海力士的195的，我不建议这样做啊，海力士的我不建议去加仓，你到7月24日再去就是7月31日快要到期的时候再去加仓会比较好，然后还要根据你自己的仓位啊，这个390呢7月31日只有 0.44 啊 0.44，就格雷兹老师呢，这个策略可能做晚了啊，做的早一点的话，可能还是比较好的啊，做的早一点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不是默认人啊，这个策略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确定性比较高的啊，那我们可以选一个贵一点的8月21日的啊，我们看一下390，现在还有啊，这个合约呢还有2块多啊，开盘是430，所以说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其实期权策略的话，格雷兹老师如果全身心去做期权策略，因为我已经明确的知道特斯拉是可以做这个策略，那我一开盘去做这个涨不到这个390的话，这个策略我是不是完全可以稳赚？4块3开仓嘛，然后现在2块1嘛，对吧？这个策略我们可以去做啊，做呢也不用做太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做多少张啊？做个1/10就行了，可以做115张，那做个1/10，做10张啊，做10张。10张呢，大家也不要去小看它，10张的话，到期啊，我们不一定能拿到8月21日啊，可能它跌到1块以下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平仓了，大概你就能够赚个1500块钱左右啊，就这一单就可以赚1500块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格雷兹老师之前配置的这个。特斯拉的这个策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策略的效果有多好。我当时只配了1对，这是当时讲解特斯拉的这个财报前的时候，我从5个策略面精心挑选的一个，对吧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5个策略大家记不记得？如果记得的扣个1，不记得的话，我再给大家具体讲一遍哪5个策略。特斯拉的这个策略，在它没有出现今天这个大跌的情况之前，它的走势啊，就是不管它有没有财报公布，它的走势是不是一个下跌趋势？假设我们把这根 K 线给它挡住啊，已经挡住了，是不是一个下跌趋势，对吧？日线是下跌趋势吧？然后周线日线有一点顶部结构吧？当时它的这个得分，就是它的下跌得分能得多少分呢？周线这个里面的话是。周线得不了分啊，应该是，然后月线应该也是得不了多少分的啊，就是它的下跌应该是得 3.5 分，我当时记得，它的下跌能得 3.5 分，然后上涨的话大概是能得2分，就是如果你要想去抄底的话，只能得2分，但是下跌的话，如果按格雷兹老师定的那个6个指标的话，它可以得 3.5 分，对不对？得 3.5 分的话，那我们如果持股，当时想讲的是，如果持股你的成本价，当时因为不是跌到这个周1、周2嘛，你的成本价是350以下的话，意味着你还是赚钱的。那你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尽量的那个，就是让你的这个收益保住。那我的建议是去卖扣
啊，当时卖扣是卖哪个？是卖的这个60均线的405、410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建议的是卖405和410的扣，对吧？这是基于你的成本价。如果你的成本价是比375要高，当时因为周二的时候是我们当时讲解的时候它是377、380左右嘛。如果就意味着那个时候你的正股已经亏了嘛。当时我们的建议是你做一个那个保护，做一个保护呢，就是买7月31日的，反正是有5个交易日以上的嘛，买它的这个330的 put， 大家记不记得？7月31日的买它330的 put， 我们看一下330的 put， 当时是1块多钱，对吧？当时1块多钱，这个是7月本周一嘛，本周二，当时开盘价是2块7毛2，然后盘中基本上都是在1块5、1块6之间波动，对吧？那你买进去了，你一股，你100股买进1张，对，这个是叫保护啊，叫保护。1张买进1股保护的话，那大概是今天这1张你就可以赚1300，然后你的正股呢大概是亏500啊，100股的话亏500块钱啊，5000块钱100股亏5000块钱。那对冲效果就保护效果一般啊，保护效果一般，但是有一个对冲的，对吧？我还讲了一个对冲策略，对冲策略的话就要买它的时间价值跟它的内在价值相比，就是时间价值跟它的交易价格相比值不超过20%的，那就是7月31日的应该是400左右的 put 啊，400左右的 put， 我们看一下在本周二买进啊，那个效果如何？这是叫保护啊，保护400左右的呢，在本周二大概是2800左右啊，2800收盘是2800，3000嘛，那买进到今天是7700啊，现在是7700，你是能够赚刚好5000块钱，大家算一下是不是完全把正股的下跌给对冲掉了？所以葛雷兹老师的这个可以说策略到现在还在含金量还在上升啊，含金量还在上升。保护策略为什么要选择虚值的？然后对冲策略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价值占比不超过20%的？保护策略是一旦你买错了，你的亏损只是多亏了一点点啊，就是比如说保护策略是你买进特斯拉之后，特斯拉大涨，那你这个买的那个 put 是亏掉了，但是那个亏的只亏500块钱以下啊。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卖扣405呢，是特斯拉的这个它的压力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时压力位你看是60均线，当时404点多，现在是变成403点多嘛，但是我们选择这就比这个60均线稍微高一点的啊，压力位上方的卖扣，然后呢，我怕它万一再涨的话，我们再做了一个买扣啊，所以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这个策略，卖扣卖405 ，6块3毛5卖的。然后买扣呢，买的3块1的啊，就是买扣是卖扣的一半左右，然后这一对就能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赚300块钱左右，那10对的话就可以赚3000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在财报季我们怎么样做更有效的策略的这个逻辑啊，更有效的这个策略的这个逻辑啊。OK。